短期外围的这个因素是导致到马币的走弱，这里差不多已经是到顶了。因为假如我们这个美联储开始降息，你就会看到趋势开始有一个回流。但是我在这里先把话说在这里，马币的走势肯定是跟多多少少长年来马来西亚经营经济还有我们经济架构有肯定的影响。只要我们的政策落实的好，执行的好，然后我们的政治稳定，减少这些贪污的腐败，还有减少国债的话，马币回到4或者3.8不是不可能。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财经拷问。今天呢，我们要来探讨的这个议题呢，就是为什么都说大马的经济基本面强劲，但是马币兑换率依然疲软，这是否代表着大马的经济真的是快要不行了呢？那么其实随着马来西亚的政局逐渐的稳定很多的投资者对于大马的政治是比较有信心，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马来西亚的股市也就开始逐渐出现了复苏的迹象？那么去年我国的小股似乎表现的还不错，那么全年的指数上涨了将近是 9.6%。那么截至2024年2月底，小股的指数呢仍然是持续上涨了大概是 4% 以上，而吉隆坡综合指数今年也上升了大约是 6%。 这是否它就意味着马股已经走出低谷，准备迎来更好的表现了呢？那么虽然这个股市是稍微比较亮眼，但是马币持续走弱，甚至一度接近亚洲金融风暴时期最低美元兑换率。那马币的疲软是否会使投资者对于马来西亚的市场有所疑虑呢？这都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来探讨的议题。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很高兴就邀请到了 TradeView 的资本总执行长兼董事经理黄祖汉来到节目当中，欢迎您。谢谢你Isaac。是，其实今天我第一道想要问的问题就是，大家都说我们的这个包括首相也说我们的这个基本面是非常强劲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的马币呢却跟我们的基本面很像是在两个平行时空一样有不同的表现？你觉得为什么会呈现这种矛盾的局面呢？ OK， 我们要首先考虑到内在因素跟外在因素。当首相说我们基本面好的时候，它是内在因素。内在因素的意思包含很多了，就打个比喻，我们的经济是否在成长，我们刚刚去年的 GDP 也是成长了，对吧？然后相对的外围因素就是不受国内控制，不是因为我们国家基本面任何关系，打个比喻就好像是美联储这一个升息，所以我们要以这样的方式去考量这一个首相所说的一点，然后再做这个评估。当首相说基本面好的时候，他不只说我们整体的经济，包括我们的国债也慢慢有相对的一个减少，然后我们重新拟定的这些经济政策，它推向2024年甚至2025年的时候，长期的方向它一直都有往这个方向去执行落实，所以它可能是输出这样的一个 message。 然后国行的这个行长最近也说了，好像是昨晚也喊话了，对吧？他就说我们其实我们的马币非常疲弱，但不代表我们国家的经济的一个走势。同时他说其实是 undervalue， 就是低估了。但是问题是很多好的投资选项，甚至股市或者股票偶尔都会有出现 undervalue， 但是它 undervalue 的时候是不是代表它不好呢？而不是嘛。就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说从投资者的观念，不管外资本地投资者，甚至我们自己所有做生意企业家，他们在考虑这些综合因素的时候，再做出一个评论，我觉得会是比较好。然后我自己怎么看我们的马币的走势，我的确也是有一定程度上的担忧，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累积下来的问题。多年来我们的国债不停的攀升， 1MDB 的这一个风波也是造成了我们国债的严重的上升。然后同时美联储过去升息升到了这个5 basis point，所以这整个过程中影响到的国家不只是我们。假如你注意亚太地区，除了新加坡和香港以外，全部都备受牵连。那其实我相信这个也跟这个西蒙他在过去他当反对党的时候，他一直不断的拿这个马币这个疲软来说事所以就是影响到了其实大家对于马币它的疲软大家就会跟我们现在的经济情况来做一个联想是。那其实你刚刚有提到说
低估这件事情，其实是不是跟市场的信心也是有关系的呢？两者信心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觉得我们已经摆脱了外资或者投资者对马来西亚的信心的低迷，就是过去我们3年换4个首相，换了几个政权，那一个就是我们低迷。所以你从股市上也反映出来，对不对？我们已经从1200点就疫情的时候最低，然后上到徘徊这1350到1400左右很长的一个时间，终于今年突破了这个1500的重要关口，这个就证明了信心的确是有回来。但是你要知道，货币这一个政策除了以国际外围因素以外，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再回去 Economics 101， 其实就是需求跟供应嘛。当你的马币走弱的时候，就是代表没有这么多人要马币，相对的供应可能会比较多。当人家要你的这个货币的时候，自然它就会攀升，就像很多人要美元啊、美金或者新币或者港币，相对这样的方式。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外围因素，跟以往10年、20年前，甚至说我们97年的风暴完全不一样的挂钩点。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现在假如你注意到马币的走势，其实没有跟美元或者油价这么挂上马上的一个等号，相对的是它是跟这个人民币走得比较近。而且假如你注意到人民币跌，我们也跟着跌，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美国是我们最大的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嘛，对不对？可是现在我们最大的 trading partner 其实是中国经济一直在这3-4年都是向下滑的，所以自然会影响到马来西亚。那其实因为我们也看到说现在很多国家他们都在说去风险嘛，对，那我们现在跟中国走得这么近，那是不是接下来我们就真的是以前我们是看美国的脸色嘛，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看中国的脸色呢？因为其实安华之前一直不断的在讲说要去美元，是，但是去美元意思是不是说跟人民币越走越近？那跟人民币越走越近，那中国的这个经济又在下行的话，那我们是不是要做出不同的思考？你觉得呢？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而且最近我们的首相也在这个 Financial Times 的 interview 也有说喊话嘛，是说我们跟中国的关系好，并不代表我们跟美国的关系不好，我们只是一个小国，我们不应该选边站。我觉得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 foreign diplomacy 的这个 policy 是对的，原因很简单。当你是一个小国，你没有主宰世界的这个言论，也没有办法主宰世界经济的动向。但是身为小国也有小国的责任。我以马来西亚多年来，从我们开国以来到就是独立开国以来到现在，他们一直走向的 policy 是 trading friendly nation， 就是说我们跟任何国家都能进行贸易，这就是马来西亚最大的特色。我也希望这个安华政府继续走下去。所以讲到刚刚说我们跟中国走得太近会影响到跟美国的关系或与否，我这个问题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考虑的话，你应该这样子说，因为中国现在是我们最大的 trading partner， 这是没有办法的，对不对？我们的经济自然是挂上钩，但是去美元化这一个趋势不只是马来西亚向往，因为多年以来美国以最大的经济体再加上最值钱的 reserve currency， 自然而然当它需要升息或者它需要发债，它就随时都可以这样子做，影响到全世界的货币跟经济，这样子其实是不健康。假如世界第2大经济体以中国来说，它的人民币能成为 alternative reserve currency 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对全世界的经济是进行一个很好的平衡，所以这是我的看法。然后我说我们跟中国走得近的时候，另外一个我说它不只是中国嘛，我们也是跟日本关系也很好啊，我们也跟韩国也很好，甚至跟印度也非常好。印度我们是进口大量的这个粮食跟相对的这个food security 的这些相关的这些进口，所以我们其实跟很多国家都很好，但是我们要去掉那一种短期经济上的那种挂钩是比较难。道理就是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最大的 trading partner 目前还是中国，所以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就是在未来要去风险化的一个做法，就是我们不应该就是只是跟单一的国家来进行挂钩，而是要跟不同的国家来进行合作。对，好，那我们再回到马币这件事情就是你认为说马币的这个贬值会不会削弱我们的竞争力？其实我有听到另外一种的说法是说，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好的，因为你刚才也有提到说我们是被 undervalue， 我们是被低估了。对，那所以是不是就会有很多的资本就看中其实这是一个可以在未来
还是蛮有机会的一个市场，进而让我们得到更多的机会或者是资本的注意呢？我很赞成这个看法，原因是很简单，我就以一个指标来看就够了。就今年我们的马股做得很好，大家都知道大概是1550点，但是可能大家没有发现到，从去年6月到现在差不多8个月左右吧，其实我们马股上了160点。160点是什么概念呢？我们马股基本上上了，我们的综合指数上了10%。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呢？除了当然是人家觉得马来西亚的股市低迷了多时，我们也是被低估了，然后现在我们政策拟定了，政治也稳定了，觉得接下来是一个很好一个部署的机会。另外一个就是马币弱嘛，马币弱的时候，你要投资这个股市就变成很便宜啊。你选周边国家的时候，哪一个贬值贬得最低啊，我们就进去。到时候当股市反弹，然后马币又强的时候，它不只是赚了从股市上的这个回报，它粘在那个货币上的我们叫做tailwind carry， 它也是赚到了这一个幅度，所以它的 returns 不只是在股市回报上拿到，粘在货币上也是拿到。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是说我们可以看到马币走弱不完全是一个坏事，但是我现在以一个公民的身份说这句话，就是说我明白大家的担忧吧，对不对？我最近也在咖啡店，我听到一些人就说马来西亚没希望啦，快到5啦，然后对这个新币或许也会走到4了，我明白。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说，这个短期外围的这个因素是导致到马币的走弱，然后我觉得这里差不多已经是到顶了。因为假如我们这个美联储开始降息，不懂几时，但是我们内部是预估大概是4月或者5月今年，当它开始降息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趋势开始有一个回流。但是我在这里先把话说在这里，马币的走势肯定是跟多多少少常年来马来西亚经营经济还有我们经济架构有肯定的影响。只要我们的政策落实的好，执行的好，然后我们的政治稳定，减少这些贪污的腐败，还有减少国债的话，马币回到4或者3.8不是不可能的。OK， 好，那可能我们就要具体的来谈一下，就是在细节的部分的话，你会觉得说，其实政府有哪一些地方还是可以去施力的？那因为现在不管我们是对于像刚刚祖翰你说对于前景还是蛮看好的但是我觉得它的前提还是说它是会有这个回弹的这个一个力道嘛，对不对？那要真的能够回弹了，我们才能够来真的看到希望。是，那你觉得不管是马币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股市也好，你觉得其实政府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得更好的？每一个人一般上都不会喜欢当今当权的政府以前你很喜欢反对党做政府，你怎样都会有埋怨的，对吧？但是我个人对政府的评价是这样子，他们刚刚才上位差不多1年左右，要重新拟定国家的政策，他们去年做了，接下来他们还有可能3年到4年到这个 G16 嘛，在这段期间职权的这个时候呢，他们一定要做的是要落实跟执行。讲很容易，画大饼也容易，我也能，你也能，大家都能，对吧？问题是执行跟落地。我们说我们要鼓励外资，鼓励外资最大的问题是在哪里？不单单只是你国家的形象，不单单只是你的这一个首相啊、部长啊到处全国跑，其实是你输出了这个 We are open for business 嘛，我们要做生意。他们到了这个马来西亚的时候，他们要落地的时候，繁文缛节又来了，是吧？你不减少繁文缛节，不管你在外面把马来西亚说的多么好，他只要从他想要投资到他落地的时间一超过1年，你就输给周边国家了。这个就是很简单的道理。特别是越南和印尼这2年这3-4年来就已经填补了马来西亚在这个国际的这个市场上的东南亚这个地位。一般上以前人家说投资东南亚只有3个国家，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在过去的5年，马来西亚不在话内，它根本就是印尼跟这个越南，所以你要重新再争夺的。现在我看到首相跟部长都很努力的出去，但是内部的这个公务员需要减少繁文缛节，要减少他们从投资到落地甚至生产的那个过程要减少。简单来讲，我今天要来这里落地，假如你这里是超过12个月的话，我有别的选择，我不一定要来马来西亚。所以我们要让制造这一个非常友善的这个经商的环境，外资才会过来。但是多年以来，马来西亚很关注 FDI 过去的10年，它都是徘徊在60到80个 billion 左右。
但是有一个我们忽略了，就是 Domestic Direct Investment DDI。DDI 我在文章上写过很多次了。假如你过去看MIDA 的数据，它过去10年是自界下滑的，就是斜坡式的下滑。这证明什么？其实你本地的企业家、商人对国家没有信心，他们在他们生意上赚到钱，他们宁可放在银行存利息，要么就是放在别的国家，都不重新投资。只要我们政府可以在今年和明年 arrest the decline in domestic direct investment， 减少这个就是帮他反弹的话，我觉得整体上的经济一定会起来。而且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的 capital markets 的政策上也要做很大的改变。因为我不是说我们要去跟新加坡对比，但是只要说涌入东南亚的资金，大部分都是去新加坡，对吧？所以你要有分一杯羹，或者甚至 prevent 马来西亚企业家把钱带过去新加坡，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要做 capital market friendly 的 policy。这就是另外一个这两个我觉得只要做到的话，我们的经济会短期内可以看到那个效果。那么除了外资之外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其实我们也要帮助我们的企业可以出海，让我们的企业可以到国外去赚外汇回来但是我们连就是外国企业就是进入马来西亚的这个效率都没有办法做得很好。你觉得如果我们现在在讨论说帮助本国企业出海，你觉得这个是一个更加天方夜谭或者是遥不可及的一个话题吗？肯定它是难度更大，走出去比吸引外资进来相对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当你要走出去的时候，有几个考量点。第一，你的本地的企业它要够扎实，资金要够雄厚，政府要在后面给予不管是政策上的支持还是补贴还是说 subsidy 都好。但是我们国家没有这个能力，它不是像新加坡这样子，假如你走出去，新加坡后面有这一个我们叫做 Temasek GIC 大力的支持你，你要去中国拓展，你投1个亿，我也帮忙投1个亿。我们马来西亚目前没有这个，政府目前没有任何机构有这个能力支持，除了 EPF 以外，所以短期内说要走出去的确不是容易的事。但是假如我们画一个5到10年的一个 long term plan 的话，对吧？这个5到10年的 long term plan 包括把现在的中小型企业提升到lead market、ace market 甚至 main market 的公司，到时候他们就资金雄厚了、庞大了，他们就要知道我单单在马来西亚这门生意是不够的，我要对外拓展。他们有了这样的这一个身份跟地位的时候，他们要走出去就比较容易。所以这个方面我觉得我要赞扬和表扬这个 SC 跟Bursa，因为最近你们也看到这个新闻嘛，对不对？他们说他们会缩短上市的时间，从以前的6个月、9个月、12个月缩短到3个月，只要资料齐全什么的。这证明我们的这个 capital markets 这两个 regulators 已经有了这个恒心想要去推，我觉得非常好。这是第一个部分。其他人就要配合，其他就是什么？我们的 fund management company， 我们的这些 accounting services company， 我们的这些 advisors， 全部要一起合作，把 capital market 做大。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的这一些本地的企业、中小型企业都有融资的渠道，它才能做大。做大了，出口就是一个选择。但是这个是5年到10年的计划，算是一个转型的过程。了解。那么其实我们现在有看到很多人包括像报章还有股市分析都对马来西亚的股市都比较乐观。当然左汉你刚刚也提出了很多乐观的想法那你也提到说其实这跟政局稳定是非常的有关系的。还有没有一些我们其实看不到的一些潜在的风险？我相信在乐观积极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够去忽略到一些风险的存在。对，你觉得其实我们现在还有哪一些潜在的风险其实是非常值得这个投资人去关注的呢？从全球国际的一个风险我们叫做 risk management， 我们一定要关心周边国家的一些地理环境的一种政策，同时我们要关心国际最大的风险我觉得是今年美国有这个总统大选，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下半年的一个风险你不用目前你现在只是2月，你还不需要太过担心，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我不觉得下半年会这么顺畅，不像我们现在这个，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有大选的这个美国大选的不确定因素，然后美国是最大的经济体，它也是外资流出，就是世界各地去投资最大的一个资金输出国，所以它是我认为是今年2024年最大的风险。OK， 这是第一。OK， 从马来西亚的呢本地，我们来考虑一些风险，就是在于哪一个领域。
因为马股有很多领域嘛，对不对？你有房地产，你有建筑，你有基建，然后你有这些科技股啊什么的一大堆。所以另外一个考量点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做的特别好，过去几年就是我们的这个 semiconductor 领域是做得非常非常好，而且我们是跟国际的产业链绑在一起，所以当外国做得好，我们也做得好。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这一年来我们的这个美国的科技股跑得非常凶，但是它不是普遍上所有的科技股都跑得好，就是 Magnificent Seven 跑得特别好。所以当我们投资打个比喻科技股的时候，我们要很选择，要很小心的去看，不是每一个都会受惠。同时间就是说，当你投资某一个领域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很多人就是觉得只要科技股做得好，我每一个科技股都买，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就好像当年手套股也是一样，手套股有好的手套股，有不好的手套股，但是手套股风一吹，每一个人就买完手套股，不管好还是坏。所以我觉得投资者最重要的是在 risk management 的过程中，要知道哪一个领域在2024年会做得比较好，哪一些会有潜在的风险，然后照着这样的时候去部署你的投资的这个 portfolio， 这个是我觉得是最好的 risk management 的 attitude 了。那你对于 AI 呢？现在因为似乎也有人觉得说 AI 有一点点泡沫风险的存在，这个就是一个大趋势，你不容忽视嘛，对不对？不管你相信还是不相信，你都要对于这个科目要去了解。但是我可以你说 AI 不是一个 trend， 它不是一个 fad， 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因为现在是很时尚的一句话，它实实在在已经到了，科技已经发展到某一个可以说是一个 inflection point， 对吧？所以AI 是接下来推动科技领域走向另一个阶层，就好像当时候创办了这个 Internet，After Internet 了之后，我们就有了这个 4G， 然后 5G， 然后现在就是 AI。但是问题是，你要投资的时候，我们都知道 NVIDIA 做得很好，一讲 AI 就是 NVIDIA， 因为它是生产支持 AI 领域发展的这个components， 然后这一些是可以衡量，可以知道它的收入来源哪里。有些科技股它是研究 AI 或者它向这个方向去拓展，但是它是亏着钱的。所以所谓的泡沫就是这一些，只要你找的 AI 的股它有实际的盈利 support 的话，这样你买它或者投资它是正确的决定。但是假如你选，因为它只是说我现在要拓展这个领域，但是它还没有一个结果，也没有一个可以让人看得出它有任何收入或者盈利的来源的时候，你就要很小心。了解。好，我们回到这个大马的股市哦，这个大马的交易所的首席执行员呢，纳都莫莫奥马，他最近就对于这个马股的小型股的这个暴跌风波，他就强调说，表示这次暴跌呢，它只涉及了16只股票啊，而非整个市场，所以它不存在所谓的传染的效应。这16只股票的股东呢，因为没有办法满足追加保证金的要求，而被迫抛售啊。你对这个现象有什么看法吗？我觉得首先我们的这个布萨的 CEO 讲得非常对，它只是局限于这16家。可是我想要在这里趁这个机会，既然 Isaac 你都问了，我就说为什么这16家会倒，它的股票会大跌，然后为什么会让大家有一点担心？因为这16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它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把公司的这个股票，我们就说做 collateral 给这些换贷款啊，换融资啊，就是他把这些都给人家当过去了，然后给我们的这些证券所啊、投行啊、私人的一些投资者。所以问题是在这里，当他这些公司的盈利或者表现不达标的时候，或者出现margin call 的时候，因为你的股票都已经当给人家了，当它一跌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短期内赎回来，他们就会在公开市场抛售，结果你的这股票的幅度不会只是跌10-20%，它会是超过50%、60%，我们看到有一些还是到80-90%。另外一个共同点是，很多这些16家公司它后面有一些共同的股东嘛，然后他们这些共同的股东在市场上的口碑并不是一个企业家或者一个真实老实去做生意的这一种老板吧，他们是属于有一点炒股类型的这一种趋势，所以当这一个16一拉到的时候，全部就中，对吧？问题就来了，当它跌的时候，烧伤的不会只是他们，也不会只是这些投行或者这些拿他们股票来做抵押的，
其实很多散户也会受伤。所以我就想要趁这个机会建议大家，就是投资股票的时候一定要注重盈利，而不是我的亲戚跟我讲这个股会上多少%，或者这个是你买这一个就是月入100万不是梦，不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去投资股票。当然我知道那个快感多多少少还是有，但是你要知道了，你那就不是投资，是赌博了。了解。其实在我们的股市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仙股对，我自己在访问很多上市公司老板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也能够深刻的感觉到说，他的产品或者是他的盈利模式不一定是像他所说的那么样子的令人期待，或者是有盈利点是，但是有的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们的直觉可能是比较精准，但是一般上是你会不会觉得说，其实股民他比较没有办法去分辨，对，到底这家公司是不是值得我去进场，或者是我去投资？是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建议给马来西亚，特别是对于马股进行比较大量投资的投资者？你觉得我们要如何去拨云见雾？明白？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技巧？我觉得 Isaac 这个问题是我研究了很久很久，但是我也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我觉得这个跟心态很大的关系。虽然我赞成你的说法，就是我们在这个领域，甚至说你们媒体接触到的人很多，所以你们懂是非比较多。可是很多散户没有这个机会，所以他很多是听一些谣言啊，就去投资股票，然后他们就受伤了，然后就觉得股市是骗人的，对吧？我明白这些痛点，我都明白。有些就是跟风一些 guru 啊，还是一些没有执照的这种导师，我觉得这些都是不只是马来西亚的问题啦，说实话，是美国也有一大堆，对吧？但是我想讲的就是，假如你不清楚、不明白，有几样东西你可以做。第一样东西你要去做的就是先查它的盈利的那一个过去的 track record， 不要只是看过去1年或者过去3个月或者什么的，你看他过去5到10年。然后第二，你就要看的就是他管理层是否同样的一个人，然后这一个团队是家族式经营呢，还是每一次换股东的那一种。只要是每一次换股东那一种，你就要很小心。假如是同样家族式经营的会比较好，对吧？第三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当人家跟你讲这个股会很好很好的时候，你要问自己，真的这么好的话，我会知道吗？我会收到这样的消息吗？这个就是你要怎么说去质疑。我也不是说什么都不相信，但是我们做 fund management company， 就是我们这种基金公司，第一样东西我们每一个 fund management 知道是你们就是管理公司的人或者股东告诉我们的东西，他讲的话相信 50% 就够了，另外 50% 去做研究，对吧？然后假如你觉得加起来差不多70-80分满分的话 OK， 你再做这一个投资决定。散户没有这个办法，但是最起码他可以做的就是先质疑再做决定。然后我觉得第4点最容易看得出就是那些公司有没有常常更改名字。假如这个公司有历史，就是以前叫 ABC， 过后叫 BCD， 后来 DEF， 这一些就是你要知道它只是一个壳给这些大鳄来做这个炒作的作用。所以通过这样的几个点，你大概就可以把可能30%的这个马股都已经是筛选过了，过后接下来你就开始去投。但是我最好的建议给予那些真的是没有时间去做这些研究的人，专投资股息，有股息的股，因为很简单嘛，有股息你先要有盈利嘛，然后你要长期派股息，你就要长期有盈利。一般上这种公司都是稳，然后即使它跌，它还是有反弹的空间的。那其实有一种说法就是针对像是快消品的东西可能你可以去试用一下它的产品。对，你如果产品用了你都不满意的话，你觉得这家公司会有前途吗？对，这是最直接的一个方式啊，有点土法炼钢了，但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好，其实刚才有提到说当初像我们的这个手套股大家是蜂拥而至，然后出现一些问题啊。现在有一个新的主题啊，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新元首登基嘛，然后大家就非常看好这个柔佛的主题啊。你觉得其实这个符合市场基本面的一些现象吗？我觉得我明白，你就说那些柔佛主题股吧，对，是吗？柔佛的主题股这个问题，就是从去年11、12月开始就有了这一个我们叫做这个开始有一种炒的一个风气啊，投资的风气，有些都甚至说盈利还是亏损的，还是没有赚钱的，它也是一直在动。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我们叫做 thematic trade thematic investing， 就是它是短期的跟着某一个主题去炒。所以现在我们新元首登基了，他会不会做得更好？当然很多人是说假如这些公司跟他有关联的，或许他就会有很好的这个回报，因为他毕竟是一个
经商或者对经济有这个研究的一个元首。但是我从另一个角度要看这一点，假如你们真的是想要走这个主题的时候，当中这些柔佛的股的时候，你也要做出筛选。不是每一个一律你就是说主题就是柔佛，你就所有的柔佛股你都买，对吧？因为有些它不但跟元首没有关联，它甚至连盈利模式从哪里来也是找不到，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点。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当你投资这个的过程中的时候，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是想要2-3个月买呢，还是你要长期持有？假如你要长期持有，你还是要回到基本面，还是要回到盈利，还是要回到股息率。假如你是说短期投资2-3个月，我们叫做一个短期的一个操作，那假如它上了一个20-30%、40%，你是不是应该套利了，对吧？最大的问题是我个人的体会到，就是很多人入场的时候是短期，股票上的时候我要做长期持有者，股票跌的时候他们就说早知道我当初就买了，所以很容易买很难卖。这就是一般散户，包括我们专业经理人面对的问题，这个是人性啊，考验人性。我自己的看法是说，其实有的时候不要太被主题牵着鼻子走了，还是像祖翰你刚才所说的，我们要针对个别股去做更多的功课才是啊。对，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相信你每次上这个各大的访问，大家一定会抓着你问的，就是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啊？对，有没有什么一些我是为我们的观众来谋一些福利了啊？有没有什么行业是我们在2024年接下来我们可以更多去关注的？从我们自己公司TradeView 资本，我们投资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部署的时候，我们有长期持有的那一种部署，我们也有短期的一些主题的，这是肯定的 ，right？我觉得2024年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们叫做这些水类股吧，水类股就是好像你的 water stocks 跟水有关系，因为你要知道，过去马来西亚在 water tariff 就是我们的这个水费没有进行调整多年。非常多年。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piping，很多这些piping国家的，因为从英国殖民地到现在，很多这些 pipe 都是当年基建都是这些英国人建造留下来的，很多都已经到了30、50年还在使用，所以水就漏的很多，所以造成的情况就是这些都要做 upgrade， 然后基建的一个提升。然后很多人就问我水股有些都已经上了，你觉得还有没有潜能？就看你怎么看，可能自界受惠于这个水费涨的可能已经上了很多，但是有些下游的好像是说这些基建的piping的这些公司可是还没有上，然后跟这些水类相关的都还没有太大的波动。我为什么提到这个水的股？因为你们要知道这个跟我们国家的这个 NIMP 政策有莫大的关系，还有我们这个 Renewable Energy NETR Policy 有关系。当我们研究的时候，我们要看某一个领域，你不能只是说因为水费涨你就买这一个，你要知道为什么然后基建的这个拓展为什么他们会上？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都要吸引外资，很多外资来马来西亚设立什么数据中心。为什么在马来西亚数据中心？有2个很大的原因。第一个，我们有充足的电，充裕的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们这里是没有地震，所以他不能去印尼，他也不能去越南、泰国或者那些有天灾的国家，所以马来西亚突然就变成了整个东南亚最亮眼的数据中心的一个基地。但是数据中心需要大量的水，假如我们的水的那个基础建设不提升请问这些外资哪里拿来水 to cool down 你的 data center 数据中心，然后怎样发展这个数据中心的领域？所以你看嘛，它是环环相扣。所以当我们研究的时候，我们是以这个大方向，不单单只是看那个水费你起多少我就赚多少，那个只是一个很皮毛的一个observation， 其他的就是你要看整个国家的经济跟大政策。所以假如你跟着国家经济大政策，他们国家政府推向的方向是什么，吸引外资的领域是什么，自然而然你就找到答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几个月我们这个水股都表现得不错，我们的电股也表现得不错。然后我觉得虽然还没有出现反弹，但是我们的这个 semiconductor E&E 的接下来可能2025、2026也会开始有比较亮眼的业绩，所以整体上这是我比较看好的几个领域了。了解。好，其实今天跟祖翰的谈话之后呢，就发现说大家不要因为就是马币的疲软对国家就失去信心。
我们其实在未来还有很多的看点是很值得我们大家去关注的。当然政府的施政真的要说到做到啊，这样子好好的去执行所有他们所制定的这些的政策，那相信其实马来西亚还是很有希望的了啊。好，谢谢祖汉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你们。正在 YouTube 观看的观众呢，一定要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